我把孕检单藏在床头柜，想要给男友江彻一个惊喜，却没想到惊喜不成反被惊吓。江彻瞒着所有人和他的前女友领了证，我愤怒地质问他，他却说领证是为了圆前女友最后的心愿，劝我大度。后来我打掉孩子，提出分手，江彻却后悔痛哭，求我原谅他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看着眼前江彻和陈丽的结婚证，我脑袋轰的一声炸开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，20个电话，江彻一个也没接。我的心里像破开了一道口子，凉意遍布全身。我反复翻看他们的结婚证，看到刚印日期，我的心漏跳一拍，因为那天是我被检查出怀孕的日子。上周五晚上加班，我被同事发现晕倒在工位上，紧急送往医院住院。醒来之后，我第一时间给江彻打电话，希望他能到医院来陪我，但他一直没接电话。给我回电话时，他满是歉意地告诉我，公司临时派他出差。听说我加班进了医院，他温柔地低声哄我，小鱼，你辞职，我养你好不好？你不要总是这么拼，我们很快就要结婚了，现在身体才是最重要的。你放心，就算你不工作待在家里，老公也一样把养得白白胖胖。那一瞬间，我十分异动，尤其是在拿到早孕检查单时，我恨不得向全世界宣布，我要嫁给江彻了。我要和江彻组建一个家，我们会是最幸福的一家三口。但没有人告诉我，江彻在跟我计划未来的同时，已经先一步和别的女人领证成了家，令我的满怀期盼成了笑话。陈丽这个名字，我曾在江彻的朋友们口中听到过，但江彻对她讳莫如深，我也只得从他人三言两语中了解个大概。陈丽是江彻的初恋，摔在地上的手机屏幕明明灭灭，显示着我对江彻的爱称。老公，多么讽刺的称呼！我接起来，电话那边传来江彻焦急的声音：小鱼，你怎么了？我在开会，手机静音，不知道你给我打了这么多电话，对不起。看到你的未接来电，我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。江彻一连说了好几个对不起，既关切又无辜。如果不是他的结婚证摆在眼前，我大概真的以为他的世界只围着我一人转。我胃里泛着恶心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问他：江彻，你真的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？电话那头沉默了3秒，江彻笑了笑：当然有。我下意识屏住呼吸，却听到他说：小鱼，我想你了。差一点，只差一点，我就真的要被他感动，甚至自我怀疑是不是误会了。我摸着肚子，开门见山：江彻，我看到了你和陈丽的结婚证。我以为他会慌张解释或是辩解道歉，但电话那头只是长久的沉默。挂断电话前，我听到江彻说：小鱼，你在家等我，我回去再跟你说这件事。没有一句安慰，甚至一句解释，他就这样挂了电话。我举着手机，眼泪再也控制不住，跟断了线的珠子似的。江彻深夜才回到家，我哭到连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都不知道，直到江彻趴在床边摸我哭肿的眼圈，我忽然惊醒。江彻眼底有浓重的心疼，我别开眼，从枕头底下拿出那本我翻看了许多遍属于他的结婚证。江彻，你说吧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一开口，才发现我嗓子哑得厉害。江彻立马端了杯温水给我，就连温度也把握得刚刚好。我再一次泪崩，一直悉心照顾我，将我的一切喜好铭记于心，
从不忘记落下任何细节的男人，在承诺一定会娶我之后，却和别的女人领了证。我想不通这是为什么。江彻一直等我的情绪稍微平静之后，才开口解释：小鱼，我和陈丽结婚只是权宜之计。她生了重病，现在躺在床上起不来，没几天好活了。陈丽说，她现在唯一的心愿就是能够嫁给我。当年她和我分手，全是因为她家庭的变故，怕连累我，甚至她被迫送到国外待了这么年，身体也垮了。小鱼，你放心，我和陈丽的这段婚姻不会维持很久，之后我一定会娶你的。我低着头，看着结婚证上笑靥如花的陈丽，脸色红润，看上去根本就不像病入膏肓的模样。江彻，你是觉得我有多好骗？他的语气无奈。小鱼，我知道你一时很难接受这件事，但陈丽的病，我真的没骗你。江彻一边说着，把手机上拍的陈丽的病历照片递给我看。我冷眼看着他把照片一张张翻过，最后翻到一张照片，他将陈丽搂进怀里，对方小鸟依人地靠在他的肩头，两人深情脉脉对望的自拍。看到照片的那一瞬，我的心情急速下落。江彻大概没想到会忽然跳到这张照片，手忙脚乱地收回手机。他按住我的肩膀，强迫我看向他。小鱼，你千万不要多想，是医生说他要保持心情愉快，才能有治疗的希望，所以我打断他的话，江彻，你这些话自己也不信吧？你和他分手是误会，失散多年是误会，现在误会解开了，你就迫不及待地跟他重新在一起，什么生病都是借口，你其实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娶我吧？为了他，我才是被放弃的那一个。小鱼，江彻满眼气愤，陈丽现在还生着病，你一定要跟他计较吗？你能不能大度点？我被他的话气笑，指着门对他骂了一句：滚！江彻定定地站在我的床边，他的手机忽然响起来，低头看到来电显示的瞬间，表情温和了许多。怎么了？我睡不着。阿彻，你能来医院陪我吗？我不想自己孤孤单单的，连哪一天闭上眼睛不在了也没人知道。江彻站在原地，他大概觉得解释过就没事了，接电话时完全没想避开。电话那边的陈丽说的每一个字都让我听得清清楚楚。再看江彻，他的表情显然十分触动。我马上过去。挂了电话，他朝我看了一眼，说：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他转身离开，留我自己坐在床上，只觉得可笑。我没想到陈丽会在这个时候打电话给我。他很直接：我是陈丽，相信你现在应该也知道了，我和阿彻已经结婚了。我希望你认清自己现在的身份，不要让阿彻为难。身份？他在提醒我，他和江彻已经是受法律约束的合法夫妻，我在这段关系里是小三。可他这算什么呢？宣示主权吗？真的是我在让江彻为难吗？在这段关系里，我才是被小三的那个，是受害者。陈丽她抢了我的男朋友，有什么资格跑到我的面前叫嚣？我想不通。用生病做借口达成的婚姻关系，想来也不是多么牢固，所以你才要费尽心思抓紧这来之不易的身份。我的话大概是触到了他的痛处，他仿佛一只炸了毛的猫，在我耳边张牙舞爪。你胡说，我和阿彻才是真爱，我们的婚姻会长长久久。你拆不散我们，我才是那个和阿彻白头到老的人。我语气平平。哦，那我祝你们这对天长地久。秦瑜，你等着看，阿彻心里最在乎的是我。
江彻的心的确是偏的，哪怕我早有预料，可在陈丽的电话那头听到她的声音，我还是忍不住心酸。陈丽故意没有挂断电话，我听到了江彻温柔哄她的话：“丽宝，你现在身体状况不好，要多休息，不是说什么都听老公的。那我要你快快睡觉。”可是老公不在身边，随着陈丽撒娇的声音传来，电话那边窸窸窣窣的，还有他心满意足的感慨：“好想这样一直被你抱着，我就算死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。”丽宝，不要说这种话，你要一直陪在老公身边，跟我白头偕老，你答应过我的。江彻亲昵地把宝贝挂在嘴边，对着陈丽肉麻兮兮地说情话。对比在我面前的他，仿佛不是一个人。又或者说，江彻对我从来没有这样放开过。我对他已然没有了期待，这场卿卿我我的现场直播也不会伤我更甚。于是我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我不怨恨陈丽，甚至感谢他让我看清了枕边男人的真实面目。和江彻在一起快5年了，从没有像此刻这样，他的声音让我觉得恶心。我趴在床边，对着垃圾桶吐到头晕眼花。短信的提示音响起，点进去是陈丽发来的炫耀：“就算你陪在阿彻身边这么多年，又有什么用？他最终也还是选择了我。”我忍不住把手机砸向墙角。他不该这么恶心我的。我从和江彻的婚房里搬了出来，借住在朋友家里，将他的联系方式全部拉黑删除。清静了几天，江彻的妈妈给我打来电话：“小鱼，你不在家吗？”我没吱声，那已经不再是我的家了。江彻妈妈又问：“江彻最近是怎么回事？他工作很忙吗？”我给他打电话，他一直说忙，这么久不回家，你们家里又没有人，看来江彻和陈丽领证的事还没有告诉家里。我打断江彻妈妈的絮叨：“阿姨，我和江彻已经分手了。”分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不是都准备结婚了？小鱼，不是阿姨说你，婚姻大事不是儿戏，你和江彻谈了这么久的恋爱，婚房都买好了，阿姨呢？对你这个儿媳妇也满意的。如果是江彻做什么事惹你不高兴了，阿姨来教训他，可不能这么随便就提分手。和江彻最初在一起时，江彻妈妈因为我不是本地姑娘，对我挑三拣四的十分不满意。为了我，江彻几乎和家里闹僵。后来他家里看江彻铁了心要跟我走下去，也就不再阻拦。现在江彻妈妈话里话外说我不懂事，我也不惯着他。阿姨，我知道你一直不喜欢我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们也分手了。哦，江彻不会还瞒着你们吧？他可是给你们江家娶了个你肯定会喜欢的儿媳妇。听说江彻以前就和他在一起，现在再续前缘跟阿姨，你肯定合得来。我已经说得这么明显了，江彻妈妈心里大概也猜到了。她匆忙挂了电话。周一，我销假上班，上午的工作还没结束，同事神秘兮兮地将我拉到窗前。我顺着他的手指往楼下看到了站在下面的江彻。我和江彻的公司离得不远，以前江彻中午下班后都会到我这里陪我吃饭，我的同事大多都认得他。在同事艳羡的目光下，我冷了脸。江彻连工作都不要了，一心在医院照顾陈丽，不管他此刻因为什么出现在这里，我都懒得搭理他。我转身回工位干活，因为请了1个星期的假，我的手里积累了很多的工作。沉浸在工作中，时间过得总是很快。见我收拾东西准备下班，同事指了指窗外：“秦瑜，你男朋友还没走，在楼下等着你呢。”我动作顿了顿，突然想起江彻之前和我约会，
每次需要他等我化妆，等我试衣服，等我姗姗来迟时，他总会冷着脸跟我闹脾气，以至于我的时间观念都慢慢被纠正变强。江彻说，等待会让他感觉时间都静止了，所以他不喜欢等待。可现在他在楼下等了一下午。我出现在门口时，江彻立马向我迎过来，哪怕他刻意掩饰，我还是一眼看出来他眼神中闪过了一丝丝不耐烦。小鱼，我等了你一下午。我在忙，没有看到。我垂下眼不去看江彻脸上的控诉，问他，你来干什么？我也没让你等我。小鱼，我给你打了很多电话都没打通。我真的很怕你出事。我恍然想起，搬出来后，我就把他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拉黑了，所有陌生电话也一律拒接，江彻自然联系不上我。可他假惺惺地说担心我，只让我觉得反胃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尽量让自己看上去显得平静。江彻，你现在还有空担心我？不会真把自己当成救苦救难的大圣人了吧？你的爱人现在躺在病床上，连地都下不来了，你不好好伺候他，来我这里装什么一往情深？小鱼，江彻被我讽刺的脸发白，上前想拉我的手，被我退后几步闪开。有什么事你直说，不要对我动手动脚。我话音刚落，余光瞥见一道白色的身影从旁边的花坛直直地朝我撞过来。我正要避，却看见江彻朝对方迎过去。他被撞得连连后退，最后把人抱进了怀里。我才发现，这人正是我才刚提过连病床都下不来的陈丽。他一看到江彻，就两眼含泪，一副凄楚无助的模样。阿彻，江彻拧着眉，却是心疼的表情，安抚地拍了拍他的背。你怎么来了？陈丽却突然抬头看向我，表情恶狠狠的。秦小姐，阿彻已经和我结婚了，我们才是合法夫妻，希望你能认清现实，不要再来找阿彻破坏我们的婚姻。他在我的公司楼下说我主动勾引江彻，我是一整个大无语。我看向江彻，他一副旁观的姿态，明显是默许了陈丽的这出闹剧。你不说他是你的男人，我还以为是谁家放出来的狗呢。拿江彻和狗比，简直都侮辱了狗这个物种。眼看两个人的脸色都变得难看，我心情反而明朗起来。你们俩确实是很般配，怪就怪我以前瞎了眼，希望陈小姐以后看紧了你的男人，最好你们锁死，就不必担心他再跑出来对谁发情了。正是下班的高峰期，眼看围观的人变得多了起来，陈丽又欲语泪先流，想博取一波同情。秦小姐，我今天是以阿彻的合法妻子的身份来的，你现在的行为无异于小三，你也不希望我把事情闹大，让你丢了工作。只要你愿意向我道歉，保证不再缠着阿彻了，我也能原谅你。这真是我听到的最大的笑话。而害我被小三的罪魁祸首却站在陈丽的身边，眼看着我被羞辱。围观的人冲着我指指点点，有那么一瞬间，我以为自己要死在陌生人的指点和辱骂声中了。恍惚间，身边的声音好像小了一点。下一秒，身边站了一个高大的身影。他陪我一起顶着众人的嫌弃和骂声，在所有人都围观凑热闹的情况下，毅然站出来替我发声。秦瑜是我们公司很努力的一位员工，他为人热情开朗，在公司的人缘也一向不错。你们在我们公司楼下以如此恶意辱骂秦瑜，这周围也全都是监控，事实真相如何，我们报了警就知道。我们有追究你们恶意诽谤的责任，同时我们公司法务也会追究你们对公司造成的名誉影响到底。孟少将他的手机强势递到我面前，秦瑜，
报警！”我愣愣地看着他，身旁听到他说出“报警”2个字后，围观的人顿时走了一大半。任何人都不会想凑个热闹把自己搭进去。而跟我同一个公司以及知道我和江彻恋爱的同事，也在这个时候站出来为我发声。这个男的不是秦瑜的男朋友吗？听说在一起好几年了，我们公司好多同事都见过。是啊，2个人都快要结婚了，现在跑出来一个领了证的老婆，谁敢信啊？难怪都说人不可貌相，怎么看着挺老实的男人，不仅脚踏2条船，还骗婚。现在的女孩子，有一个人站出来，舆论就不再是一边倒。大家看我的眼神，也从嫌恶变成了可怜。因为身边有人支持，我心底涌现出了无限勇气。我往前一步，冷眼看着江彻生，怕我伤害陈丽似的将他护在身后。江彻，你真的很让我恶心。是你没有勇气跟我提出分手，是你故意在2个女人之间摇摆不定，现在是我跟你提出分手。从你瞒着我跟他领证，不管是什么原因，我们之间都不会再有可能了。我们分手后，希望你永远不要再来找我，不然下一次你们就做一对铁窗泪的鸳鸯情人吧。陈丽大概没想到，他利用不知情的路人，打算把我小三的身份坐实，结果舆论却把江彻推到了风口浪尖。眼看没有人再帮他说话，陈丽一副身体十分虚弱的模样，软软地靠近江彻怀里。阿彻，我有点难受，能不能把我送回医院？闻言，江彻将他搂得更紧了，眼神恶狠狠地瞪着我。秦瑜，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丽丽的身体这么虚弱，根本受不了刺激，你一定要做到这个地步吗？你什么都有，又何必对丽丽处处咄咄逼人？秦瑜，你就不能大度点？瞧瞧，我听到了什么？他和陈丽不愧是一对。我生生忍住了喷薄而出的脏话，冷笑地看着他们旁若无人的你侬我侬。快滚吧！也不怕晚了他原地给我们来一出有情人终死怀里的戏码，没得侮辱大家的眼睛。江彻生怕我把陈丽咒死了，抱着他上车扬长而去。等他们离开，我的神经骤然放松，脑袋一空，晕了过去。等我醒来，人已经躺在医院了。孟少就坐在旁边，神色复杂地盯着我，让我后背发麻。怎么了？我问他。孟少沉默了半晌，像是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。最后他呆呆问我，你已经怀孕了，自己知道吗？孟少的眼神滚烫，我下意识移开视线。又听到他语气激烈的询问，那他呢？他知道你的身体状况吗？知道你肚子里孩子的存在吗？我还没有告诉他。想到江彻和陈丽领证的事，我勉强地扯开嘴角，现在好像也没有告诉他的必要了。孟少似乎察觉到自己的失言，再次沉默。我正要客气地请离他，医生敲门走进来。秦瑜女士。我点头，医生一脸凝重地告诉我，你的各项检查结果出来了，肚子里的孩子情况不是很好，我们的建议是尽快拿掉。医生的眼神在我和孟少身上扫过，安慰道，你们还年轻，养一养身体，以后会有更多机会。我摆手解释和孟少的关系，气氛有些尴尬。我对医生说，麻烦您给我安排手术吧。人流手术前，江彻妈妈给我打来电话。小鱼，江彻是一时被那个女人鬼迷了心窍，只是犯了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，你原谅他好不好？阿姨真的很喜欢你，心里也永远只认你这一个儿媳妇。等江彻回了头，你再给他一个机会，阿姨也会狠狠教育他的。说什么喜欢我，
是这段时间把陈丽的情况都调查清楚了，权衡后才来当的说客吧。我心中毫无波澜。阿姨，你的想法和江彻沟通过了吗？江彻跟你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也不是说断就能断的，小鱼呀，只要你肯给他机会，阿姨会帮你挽回江彻的心。他的语气带着苦口婆心，我却觉得讽刺。且不说他们已经领证了，江彻又凭什么？小鱼，你听阿姨跟你说，他们母子的解释说辞，我了然于胸，连继续听下去的意愿都没有。我直接挂了电话。都说情场失意，工作顺利。返工后没多久，我收到了公司内部送达的升职邮件。我在现在的岗位已经待了5年多。相比起江彻从基层员工到部门经理的步步高升，我是一动也不动。为此，江彻无数次劝我离职回归家庭。没想到，我的升迁会在和他分手后迎来转机。我的新职位是策划部副总监，顶头上司不是别人，正是孟少。从实习生到总监，他只用了3年时间，期间还有1年去了分公司，这个月才刚调回来。得知我升职，又是在孟少手下干活，同事纷纷戏称师徒搭配，干活不累。孟少最初还是实习生时，就是我负责带他。有这么一层关系，我新官上任十分顺利。却没想到，接手的第一个大项目就是江彻他们公司的 case， 而企划书的最后1页落款，赫然是江彻的名字。但凡是跟江彻沾上边的事，明显都不顺利。第一次上门，我就吃了闭门羹。回公司后，孟少知道我出师不利，买了奶茶来安慰我。他明显是知道了这次对方的负责人是江彻，这个项目还是我来吧。我仰头看他，心里知道孟少是一片好心，可犟脾气上来，我也不愿意服输。他们公司和我们业务上有交叉，我不可能一直逃避。孟少想了想，没反对。我又说，你手里那些项目更有难度，我可不想板凳都没坐热乎就被撸了职务。他被我的话逗笑，拍了拍胸脯跟我保证，有我在，区一个副总监还是能保得住。我几次通过工作约谈江彻都没成功，结果收到了他公司另外一位负责人主动接洽的邮件。打听之下才知道，江彻被举报在工作上有重大失误，被公司免职了。他被踢出局之后，项目进行得十分顺利。双方公司签约那天，江彻把我拦在公司楼下，他身上少了以往的意气风发，头发胡茬凌乱，显得很是邋遢。江彻手里拿着那份我藏在床头柜想要给他惊喜的早孕检查报告。那时我刚发现他和陈丽的结婚证，六神无主之下，只想着质问他，却忘了要把孕检单拿走。他似乎是为了这份报告特意来的。小鱼，你有了我们的孩子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江彻一抬头，我才发现他的脸上好几道血痕，表情像是高兴又掺杂着后悔。我冷着脸下意识后退几步，你来晚了，孩子早就没了。听到我的话，江彻扑通一下跪在了地上。小鱼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我现在才知道，我最爱的只有你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以前是我做错了，我再也不会让你伤心了。迟来的深情比草贱。江彻跪地痛哭，我的内心却没有任何波澜。我讽刺地笑着，你的力宝呢？我怎么记得江先生是有家室的人，现在过来跟我说这些不太合适吧？提到陈丽，江彻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。我跟那个贱人已经离婚了。他咬牙切齿，仿佛陈丽如果现在就在眼前，他会毫不犹豫地将她撕碎。小鱼，不要再提那个贱女人了，
以后就只有我们俩，好不好？以后？江彻凭什么以为我和他还会有以后可言？我虽然好奇他和陈丽怎么会闹到分道扬镳的地步，但绝不会再为了这么一个渣男失去理智。我说过，你和我从此再无回头的可能。江彻，他都不要你了，你凭什么以为我会给你机会？我无意与他多做纠缠，转身要走。江彻却忽然几步上前抓住我。我都说了，是我不要他了，我回头了，你还爱我的，对不对？他反复念叨着要我原谅他，像是精神失常了一样，让我背脊忍不住发凉。江彻，你清醒一点，放开我！我求助地看向周围，试图挣脱他的桎梏，却只是徒劳。你再这样，我就报警了。不知道是哪一句话刺激到了他，江彻忽然从兜里掏出一把刀，直直地朝我刺过来。我以为自己要完了，一股力量的拉扯让我踉跄几步，随后江彻被迫放开手，我落入了充满雪松气息的怀抱。是孟少，他每次来的都如此及时。庆幸于自己劫后余生，我胆战心惊地拉着孟少上下打量。他拉住我的手，安抚地摸了摸我的头。我没事，别担心。孟少报了警，江彻直接被押走，我和孟少也一起上车跟去做笔录。到了派出所，我才从做笔录的警察小哥那里知道了江彻和陈丽之间的后续。江彻和陈丽最初分手，后者远走国外，是江彻妈妈一手造成的。所以和我相恋后，不管江彻家里如何反对，他都坚持跟我在一起，是怕我再成为第二个陈丽，也为了弥补自己的愧疚。江彻对陈丽仍然旧情难忘，即便和我在一起多年，却不知道陈丽在国外那些日子早把他抛之脑后了。染上开放的习性后，陈丽的日子更是夜夜笙歌。当然，这都是我和江彻分手后，江彻妈妈找人一点点扒出来的，这是他一贯的做法。而我也曾是被调查者的其中之一。江彻妈妈一心要把陈丽从自己的儿子身边驱走，计划百出，却低估了远走他乡多年的陈丽段位之高。不仅一次没成功，反而加深了江彻对陈丽的怜惜。直到江彻妈妈查到陈丽在国外滥交的事情，她将所有的证据甩在江彻脸上。陈丽眼看事情瞒不住了，恼羞成怒地和江彻妈妈一顿厮打。结果连重病患癌也被拆穿，全是她为了博取江彻的同情而自导自演的谎话。江彻妈妈不依不饶地闹到了警察局。可笑的是，陈丽在国外不仅滥交成性，还沾染上了毒瘾，在局子里发作被直接收押。而她的各项病理检查也都呈阳性，主打一个五毒俱全。和陈丽在一起这么久，江彻早就不清白了，他的检查结果可想而知。直到和陈丽撕破脸离婚后，江彻才后悔为他放弃了我。知道了前因后果的我，情绪复杂，说不清什么滋味。但江彻明知道自己染了脏病，却仍舔着脸来找我求复合，这不要脸的行径让我叹为观止。身边的孟少似乎察觉到了我的情绪，紧紧地握着我的手。临走前，做笔录的警察小哥告诉我，江彻一直闹着要见我。我内心是不愿意再见到他的，但孟少的话却提醒了我，如果不让江彻彻底的死心，他会一直惦念，或许到最后形成偏执。隔着警局的铁窗，我突然想到当初在公司楼下，我警告他的那句话，不想竟一语成谶。冷静下来的江彻坐在我面前，他颓唐地低着头问我，秦瑜，我们是真的不可能了吧？不等我回答，他又自说自话，我知道你永远不可能原谅我，
也知道回到当初只是奢望。我真傻，明明你在身边陪了那么久，我却不知道珍惜。江彻捂着脸流下了悔恨的泪水，而我却平静地整理好思绪。在和我恋爱期间，你和他越了轨，这是不争的事实，而我也的确因此看不起你。不论你有多少借口，都掩盖不了你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本性。江彻，你是个彻头彻尾的懦夫，现在的局面也都是你应该要付出的代价。你本就不配拥有幸福，所以我也不会原谅你，让你在牢里心安理得。我的话一度让江彻崩溃流泪，内心却如释重负般畅快，感慨世事无常，也叹息人心易变。出了派出所，我若有所感，不禁问孟少，你好像一点也不奇怪江彻是这个下场。他拉着我，干净的眼眸中倒映出我的身影。此刻的沉默回应了我的猜测。他说，秦瑜，以后找男人时千万要擦亮眼睛，但也不必因噎废食。不论是于众人指责中维护我，还是默默在背后帮助我，亦或是英勇地在刀口下保护我，孟少似乎一直都在我身旁，而我也渐渐依赖他的守护。他说得对，我不能因为一个渣男就对爱情失望。我仰着头看向孟少，夕阳将我和他的身影拉长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